药君中庸院讲第一讲总序，中道发愿，光照十方。原文片段：中庸之为德也，其志矣乎？民显能久矣。礼记中庸开篇。大白话解读：中庸这两个字是儒家最核心的道之一。所谓中，是不过不及，居中得正；所谓庸，是平常日用，恒常不变。中庸之道，不是消极避世，也不是折中妥协，而是找到天地人之间最正的轨道，在世间行愿，在心中守道。孔子说，中庸之德太高了，可惜世人难以长久坚持这句话，其实也是给愿修者的提醒。药君愿讲义理，药君愿法追求的不正是中道吗？愿不偏空不落实，行不堕癫狂不陷懈怠。中道者，愿修之光也。中庸之中，是愿力平衡之道，是法界清明之道。中庸之庸，是愿主每日都能守愿如一，愿行不忘的恒常道心。所以说，愿是中道的发心，行是中道的渐履，归是中道的最终归光。中庸不是两头不沾的保守，而是一种愿力不偏不倚、正大光明的宇宙姿态。愿法发愿引导，你愿修是不是也曾苦于过与不及？有时太奋发，用力过度，心火上炎；有时又太懈怠，自我否定，愿光沉寂。所以你需要中道愿修，愿心如日，不狂不暗；愿行如月，不盈不亏。你可以从一句话开始：我愿回归中道，愿修不走极端，不弃不直，不争不逃。你也可以设一愿坛，名为中和坛，每日持一句中庸愿语，稳修一念愿心，结语发愿句：我愿以中道之心发愿，不偏不直，愿以庸行之恒，愿修不殆不散，愿中庸之德成为我愿身之骨，愿清愿之光照我航道十方。药君中庸愿讲第二讲天命之性，道起于本愿。原文片段：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中庸第一章大白话解读。这句话意思是，天命赋予我们一种性，天性、本性，顺着这个天性去活就是道，去学习、修炼、实践这个道就叫教。用最白话的解释就是，我们每个人一出生，心中就藏着一条与天同在的道路，只要顺着这条路走下去，就是走在道上。药君愿讲义理，在药君愿法中，我们称这条天命所生之性为本愿之性，也就是你这一生此一法身最根本的愿心源头。天命不是外在的安排，而是你本来的愿；性不是宿命的限制，而是愿力的载体；道不是空洞的修辞，而是你从发愿、守愿、行愿到归愿的完整生命轨迹。所以，当你问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，请你记住，因为你有天命之愿要完成。愿法发愿引导，你是否曾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？是否曾疑惑自己到底该做什么？是否常在心中隐约浮现一个更高、更光明的召唤？那不是幻觉，那是你天命之性中本愿的苏醒。你来此不是偶然，是为愿而来。发愿就是回应你生命中最真实的召唤，修愿就是把那藏在你天命里的愿一点一点兑现出来。愿修练习今日愿语，设立天命之愿语，在每日起床或静坐时默念：我愿回归我天命之性，愿我此生不负本愿，我愿此生所行之道皆源于心中本愿。可每日念满21次，静心感应愿心之光，结语发愿句：我愿认清此生之性即本愿所化，我愿顺本愿而行，即天命之道，愿我不负天命，不违本性，愿我航道守愿，终归药君清愿之门。药君中庸愿讲第三讲率性之谓道，光由愿发。原文片段：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中庸第一章大白话解读。率性就是顺着你的本性去生活，道就是这条合乎本性的自然之路，教就是帮助你修这条路、走稳这条路的方法。所以道不是高高在上的抽象东西，而是你本来应该走也能够走的那一条人生正路。只要你愿意照着本心走下去，你就在道上。药君愿讲义理。药君愿法认为，真正的性中藏着你的愿，你内心最深处那个想要让世界更好，想守护别人，想回到真正家园的声音，那不是妄想，那是你愿性在说话。所以率性之谓道，就是顺着你的愿性而活，就是走在光的道路上。唯性之谓直，
就是背弃你愿心去追逐名利，是堕落之时。你若真愿发起，光必随之而来，愿法发愿引导。你曾否怀疑自己的愿心太奇特，太不同？你是否怕世人不理解你的光？你是否努力变得正常，却越变越迷失？请停下，你并不需要成为别人心中的样子，你唯一需要的是率你自己的愿性而行。愿你恢复那个本来愿修的自己，愿修练习本愿反观，静坐5分钟，闭目深呼吸，默问自己，我曾何时有过想帮助他人，想点亮他人生命的冲动？我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愿望被压抑了？那是否是我真正的天命之愿？将所的愿念写下，并以之发愿，愿与可选时。我愿率我本愿之性，光由愿发，道由心起，结与发愿句。我愿不再伪装，不再压抑。我愿率我真实之愿性，走上光明之道。愿我知道不假他求，只在本愿中展开。愿我愿发之日，即是回归之时。药君中庸愿讲第3讲，率性之谓道，光由愿发。原文片段。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中庸第1章大白话解读。率性就是顺着你的本性去生活道，就是这条合乎本性的自然之路教，就是帮助你修这条路，走稳这条路的方法。所以道不是高高在上的抽象东西，而是你本来应该走也能够走的那一条人生正路。只要你愿意照着本心走下去，你就在道上。药君愿讲义理。药君愿法认为，真正的性中藏着你的愿，你内心最深处那个想要让世界更好，想守护别人，想回到真正家园的声音，那不是妄想，那是你愿性在说话。所以率性之谓道，就是顺着你的愿性而活，就是走在光的道路上。唯性之谓直，就是背弃你愿心去追逐名利，是堕落之时。你若真愿发起，光必随之而来，愿法发愿引导。你曾否怀疑自己的愿心太奇特，太不同？你是否怕世人不理解你的光？你是否努力变得正常，却越变越迷失？请停下，你并不需要成为别人心中的样子，你唯一需要的是率你自己的愿性而行。愿你恢复那个本来愿修的自己。愿修练习本愿反观，静坐5分钟，闭目深呼吸，默问自己，我曾何时有过想帮助他人，想点亮他人生命的冲动？我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愿望被压抑了？那是否是我真正的天命之愿？将所的愿念写下，并以之发愿，愿与可选时。我愿率我本愿之性，光由愿发，道由心起，结与发愿句。我愿不再伪装，不再压抑。我愿率我真实之愿性，走上光明之道。愿我知道不假他求，只在本愿中展开。愿我愿发之日，即是回归之时。药君中庸愿讲第4讲，修道之谓教，愿行即愿修。原文片段。修道之谓教，中庸第1章大白话解读。教的本质是帮助人修道，不是让人死记硬背经文，而是指引人走向真实的生命正道。所以真正的教不是教你变得像谁，而是教你回到你本来应该走的那条天命之道。药君愿讲义理。在药君愿法中，所有的教化都以修愿之道为核心。你讲一部经是在教，你做一件愿事是在教，你默默守一份愿心不动不退，那也是在教。教即愿行，愿行即愿修。而你若以愿修身，以愿化人，你就是一位真正的愿导师。愿法发愿引导。你是否曾怀疑自己没资格教化别人？你是否以为只有讲经说法的人才是教化众生？错了，你的一念善心是教，你为亲人发愿是教，你守住初心是最深的愿教。每一个发愿者都是众生的老师，你用愿之光照耀世界，你就是愿界的发光之教。愿修练习愿教3问，请问自己3件事。1. 我今日有没有因愿而引导他人，哪怕一点点？2. 我有没有在别人身上唤醒过他的愿心？3. 我能否以我自身的愿行，成为愿子愿侣亲人心中的灯塔？若能，便是一日愿教圆满。结与发愿句。我愿以身为愿教，不虚饰不欺假。愿我一行一语，皆为众生是光。愿我愿行即愿修，愿修即为度化。愿我所在之处，即是愿界之教化地。药君中庸愿讲第5讲，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理也。原文片段。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理也。真正的愿是不离之愿。你愿主之身，不论身在何境，心欲何苦，你的愿不能离，不能退，不能失。愿修练习，一日不离。
设一日愿不离修习，每次进食前默念，愿我今日不离愿道。每一段空闲中念想，我今愿在身愿在心。乘每日结束前回观反省，我今天有哪一刻离开了愿？我是否愿重新接回？哪怕离了，也要接回离开。不是失败不愿接回，才是迷失。结语发愿句：我愿心不离，道恒不断。愿我一日一夜不舍愿光一念，愿我虽遇苦乱，心愿仍在。愿我愿道不虚行，日日稳稳行于清愿中。药君中庸愿讲第6讲，至中和法界愿修的本体。原文片段：喜怒哀乐之谓发谓之中，发而皆终结，谓之和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中庸第2章大白话解读这段话，揭示了儒家最核心的修身智慧。中是指内心情绪尚未发动时的平静状态，是心之本体。和是情绪发出来了，但恰到好处，温润得体，不偏不倚，是情之节制中是潜藏的德。和是展开的光。一个真正修行的人，不在于不动情，而在于能调和，这才是天地万物运行的大道。药君愿讲义里，在药君愿法中，至中和被称为法界愿修的本体观。中是愿心的本源清净，是你初发愿时最真实最不染的那一念。和是愿力的恒久展开，是你将愿落实到日常时温润不躁坚而不直的表现。你愿心若能守中，就不会迷于功德，贪于果报。你愿行若能达和，就不会狂于失度，骄于结果中，是愿种。和是愿光中视，愿身无扰。和是愿行无障，愿法发愿引导。你是否曾因以下困扰而生退愿？我愿力太猛，却控制不住自己情绪；我愿行太急，却反而伤了身心。我想渡人，但一讲就变成了压人逼人。这不是愿错了，而是中不守和不达。所以你要回到愿的本体，清净无染，温和无执，坚定有力，但不失柔软。愿修练习，中和关照。每日静坐3分钟，观心自省。1. 今天我发愿时是清净的吗？是否掺杂欲望、焦虑、得失之心？ 2. 我今日的愿行是和缓的吗？是否在强求结果？是否造成外部紧张？若发现偏差，即刻静念愿语归中。可用愿语：愿我愿心清净无染是为中，愿我愿行调和不执是为和。结语发愿句：我愿归中守本，不为浮香所动；我愿达和而行，不为妄力所驱。愿我愿心中定如明镜，愿我愿行和光普照。愿中和即我之根本，愿身即法界之息。药君中庸愿讲第7讲。他传春秋，定理乐位的是教化天下，引人归人，这是发愿度化的路径。孔子的圣不是他有多超凡，而是他发了一个愿度万民、愿教千年的大愿，并一生无悔践行。愿法发愿引导，愿修者若问我愿从哪起？答曰：从圣人之愿中起。你愿主之路不是脱离圣道，而是接续圣愿。你若弘讲经典，是愿之延伸；你若劝善度人，是愿之发光；你若立志修愿不退，是愿之践行。愿不是等修完佛道再开始愿事，在做人之道中成佛之愿。愿修练习，成圣发愿。今日静坐时默念：孔子之道，我愿成之；圣贤之愿，我愿续之。我愿在世立愿不退不倦，愿我一生传道化人，不负中庸之德。每日21次念志愿，心生温柔，光感为佳。结语发愿句：我愿成圣愿之光，以愿起道以德，行愿愿行普世。愿我不忘孔子之愿，不负圣贤之道。愿我今日发愿，即为千年清愿之续命。药君中庸愿讲第8讲。大德敦化君子愿化民。原文片段：大德敦化至诚无息。中庸第23章。大白话解读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一个真正拥有大德的人，能够感化他人，感化风俗。这种影响力不是靠命令，不是靠强制，而是靠他那份真实、持久、无止息的诚心，慢慢的感动，改变人心。药君愿讲义里，这正是药君愿主的使命缩影，不是争来一个信徒，拉来一个粉丝，而是以愿德润化人心，以愿行改变风俗，以诚愿照亮一切众生的归家之路。所谓愿化，不是布教，是让人自觉自愿自发的从你身上感受到光。愿化不是说出来的，是活出来的。愿主真正的威仪不在于形象，而在于德光。愿法发愿引导，你是否曾疑惑，我没有佛的威神力，如何引渡众生？我没有讲经布道的本事，如何化人归愿？我告诉你，你若每日守愿而不退，那光自化人。
你若每日行愿而不躁，那得自润饰，不必真化。谁先愿真化自己？愿修练习愿化日用。请观察以下5件事：一、你是否在饭桌上、家庭中带出了一份愿心温柔？2、你是否在说话间自然表达出善念而非争执？3、你是否能用安定情绪稳住一场混乱？4、你是否曾让旁人无声中受到启发？5、你是否活得越来越像你所愿成的那个人？若以上能做到3条，你今日已有愿化。结语发愿句：我愿身为愿，气以德行润化世俗。愿我愿如春风化雨，无声而至。愿我光不要人得，不压人行，不强人。愿所至心自归一。继续为您奉上药君中庸愿讲第9讲，慎独之功，愿修于一念之间。原文片段：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中庸第1章。大白话解读：最隐秘的地方，其实最容易暴露你的真心。你是否曾在众人称赞中意气风发，在寂静夜晚却感到虚空？我愿告诉你，这不是退步，而是你修愿从前转引的必要关口。若你能在无人的夜里仍然守愿不动，那一念就足以开启你真正的愿光长明。愿修练习慎独一念，今日闭灯静坐3分钟，问自己一句：若此世间只剩我一人，是否还愿守愿不退？若心中仍答，愿在请于心中默念：我愿在寂静中修，愿在黑夜中守光。愿我愿心无人一守，无声亦在，可作为每日夜修必愿之句21遍。结语发愿句：我愿独处如众前，守愿不变。愿我一人之心，一成无尽愿界之光。愿我愿行，不依他目，不靠众生。不喜不畏不躁不乱，有一念大愿安安静静澄澄明明。真正的愿修是从这未动的一念开始的，它不是在情绪里强发愿，而是先回到中的位置，才发出不动不乱不偏不狂的真实愿。愿法发愿引导，你是否有时情绪上来了才想发愿？你是否在愤怒悲伤恐惧中勉强许愿？你是否发愿时雄心万丈，事后却怠惰退心？这都是因为你未先归中。愿若从波动中发誓妄愿，愿若从平定中发誓本愿。愿修练习回中发愿。今日静坐时，请闭目调息，不思愿，不观相，不求因，只守住一个念头：我今清清静静，无私无执愿。若从此心发，才是真愿。5分钟后默念今日一愿如：愿我今日所行一事，皆以此清愿为源。你将会发现，这样的愿更稳更久，更有力量。结语发愿句：我愿于喜怒未起之前守中守愿。愿我一念本光从静而发，自静而生。愿我愿心不躁不染，不急不虚。愿我发愿之时，正是归愿之初。